这么大一个 EVA 的地台是不是感觉相当的震撼？但这只是你没理解的一个背景罢了。Magic Art 的隔层美里终于是到货了，这次隔的橱窗是真的看清了，没有中奖。包装盒的背面仅仅是印了一些注意事项，盒子里面一共是2层吸塑，一层主体，一层是地台。此外还有一个地台的支架，这个看着有点眼熟呀。我之前3块钱买了20个挂钩，这一模一样呀。也就是说它的设计呢是偷懒了，我还担心粘错地方重心不稳呢。结果嘿，它设计了一个对应的凹槽，注意上下的位置呢不要装反，这样把支架打开呢就能够撑住地台了。和主体之间是通过磁吸连接在后背上的，这样的话整体的效果就是隔层美里躺在废墟上，比例为1比6，所以说人物呢接近30厘米，而整个地台呢高度接近40厘米。拿个奇迹版的来对比一下，可以看到是很迷你的。由于造型原因，它只能是一个正面人物，背面的话由于是躺着，所以说是扁成了一个平面。价格方面毕竟8张多嘛，所以说也不会偷懒，这些看不到的地方的头发丝的细节是都给你还原出来了，而且呢还有界面分色，越接近头发末梢颜色越深，而且呢最底下是偏黑了，正反面都是一样的待遇。而且因为个头比较大嘛，所以说头发的细节呢做得够到位，不会肉掉糊掉。我的左脸应该是中奖了，可以看到有点油，表情看着像是一种欣慰又解脱的感觉。对于这场景我联想到的剧情是真是醒悟了，去打力天使。不过这脸使劲往右耷拉，眼呢又使劲往左撇，就会显得不太自然，尤其是刘海左边是向下耷拉，右边呢却是向上飘。我感觉就是因为这里太反重力了嘛，所以说就产生一种脸不和谐的感觉，否则的话脸应该不会显得太别扭。身体部分呢他躺下了，结果还是这么的坚挺，所以说我能不喜欢吗？项链是单独的分件，感觉绳子有点粗了。然后穿了一个高亮面红色的皮衣当然不用担心，背面看不到，它也是不会偷色的，细节也没有偷懒。上面还有一些图案，不过这黑色线条感觉涂的不够均匀呀。袖口有拉链，拉锁是看到了，但是链呢没还原出来。因为材质不同，所以说皮衣和黑色连衣裙的褶皱效果呢也是不一样的。皮衣比较硬嘛，所以说是大块的褶皱。软薄贴身的小连衣裙呢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人穿衣服了。底下帮大家看过了，是白色的，然后它还有一定的阴影效果。高亮面的皮衣自带反光，自然不需要做出来阴影涂装。再往下就是露出来了肥瘦均匀的大长腿，筋骨细节、皮肤的红晕效果都不错，但不知道为什么露出来的右手腕呢，可以看到极其的不自然，没有任何的过渡曲线。相较之下，完全露出来的左胳膊呢就自然了很多，筋骨细节比腿的表现还好，就是小拇指的弯曲有点诡异，手指甲也用高亮面的效果来还原。我们还是再看看腿吧，脚上穿的是翻筒的靴子，绿色上的阴影效果很强，就是这个褶皱吧，它绷着的脚背不应该是这样的褶皱才对吧？脚底板是没有细节的，右脚中奖的有极其颗粒，算了，当它是泥巴得了，毕竟背景都是一个废墟了。你看这坑坑洼洼的，还有裂痕，上面的注酒涂装呢很淡，但是效果呢很明显。组织标志的印刷呢可以看到有一种磨损的效果，把主体放上去之后呢，比单看的效果要自然了很多，不过还是比较吃角度的，只能从右侧看，越往左就会显得越别扭，而如果你正看的话，就仿佛显得有点糟糕了。然后它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，可以看到2只脚呢是悬浮的，并不是贴在地上的。试问一下，人怎么可能会这样躺着呢？你也别扯什么传教士，那是一回事吗？你只能是卡个角度，让它看起来像是着地。如果你不想把这个地台撑起来的话，那就直接把这个支架给薅掉。但是由于这个环还是个凸起嘛，所以说也是不平的。不过毕竟是躺着嘛，所以说稳不稳的也就无所谓了。这个角度看好像有点糟糕呀。总之可能是我前面吐槽的几个点吧，所以说这款手办呢是破发了。以现在的价格来说呢，绝对是挺香的，毕竟隔层美里的手办选择也少嘛。而之所以会有这些问题呢，感觉就是因为设计太激进了，经验跟不上。